这次要介绍的是日本东京的原宿地区，可以一早先到明治神宫参拜，以后再逛附近的商圈。首先搭山手线到原宿 JR 车站，第一站我们要先前往明治神宫，跟着指标往东口跟西口的方向走。出站以后走西口的这个出口，一出去就会抵达明治神宫了。看到这个大鸟居也是明治神宫的入口，许多人会在进入之前鞠躬表示敬意。从这边到正殿需要步行大概15分钟左右。这条是参道，参道的正中间叫做正中，是神明的通道，所以走在这里的时候要尽量靠左右两侧。另外，参道上铺满的是玉沙粒，这些白色小石头有让身心洗净的功效，是很多日本神社很讲究的哦。明治神宫从1920年就兴建了，主要供奉的是明治天皇跟昭宪皇太后。前面右边会看到成排的清酒尊，它叫做清酒孤尊，是神社为了祈祷五谷丰登而建的。酒则是作为供奉神明的贡品，总共有201尊，从全国各地供奉而来。另一边是葡萄酒尊，是因为明治天皇在位时积极推进的西洋文化，他本人是超爱葡萄美酒，所以唯独明治神宫这边有供奉葡萄酒尊。前面的第二个鸟居比一开始入口更大，它也是日本最大的木造明神样式的鸟居，在1975年的时候重建以后，使用的是来自台湾的木材哦。左手边这个是明治神宫御苑，它曾经是江户时代加藤家以及锦衣家的别墅庭园。如果你想要进去参观，需要另外付费门票500日元。在第二个鸟居跟第三个鸟居中间有设一个88度的弯道，是刻意设计有结良缘的寓意。在第三鸟居前有守水社，在参拜之前要先到这边洗手漱口，洗净身心。然后旁边的古神符纳所是可以收回旧的御守的地方。前面走过第三鸟居，右手边就有御守贩售处，御守的种类繁多，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祈求的事情来做购买。穿过南神门，在广场中间的这个就是本殿，左边圆形的树是被称为神木的能量景点夫妇南。参拜完正殿之后，可以来这里祈愿结良缘，婚姻美满，据说非常灵验。右边的树下则是一个可以写绘马祈福的地方，一个绘马是1000日元，写好了之后就挂在这边。接下来我们从东神门离开，右边这里也有可以购买御守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到旁边筹钱，一次是100日元。明治神宫的签不是那种会写吉啊或大吉之类的，而是给你一个诗签，然后因为外国游客非常多，所以背后也会写有英文的释义。参拜完毕就一样顺着参道走回去原宿车站，接下来要前往原宿商圈，回到车站里面，再往东口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待会的行走路线，会经过竹下通，再到表参道，最后再从明治通一路走到涩谷。出来以后来到对面，有一间松本清。隔壁的 Cosme 是日本最大的美妆用品店，这间是东京旗舰店，里面聚集了从精品到开价的美妆品牌。喜欢逛美妆保养品的你千万不能错过。这里有400平2层楼的购物空间，几乎所有想得到的美妆品牌在这边都可以找到。如果没有想法要买什么的话，你也可以参考店内设置的排行榜。Cosme 年年的美妆大赏算是一个很有公信力的评比，都是来自广大的会员回馈以及销售排行。这边除了各品牌的美妆用品以外呢，也有依照种类摆放的，像是护手霜、面膜、美甲贴、洗面乳等等，可以找到一些小众品牌的商品。另外有发品类，像是护发乳、发油等等。后面也有设置每周的销售排行，依照产品种类做区分，也可以当做选择商品的参考。上来到2楼这边，大多都是开价品牌。然后另外也有香氛跟香水等等，在这边消费未税满5000日元就可以出示护照退税。逛完出来继续往前走，隔壁有间 IKEA，
还有 Uniqlo 旗舰店。他们所在的地点就是 With Harajuku， 是一座复合型的商场，有14间的商店跟餐厅。这边是一间服饰店，旁边有 Skechers， 专卖各种运动鞋款。这间 Kamo 则是足球用品的专卖店，也有很多日本才有的日本队商品。往前有一些美食餐厅，还有一间中华料理店。前面右转就来到竹下通，竹下通这边全长约350公尺，聚集了很多年轻潮流品牌，有日本街头时尚、古着，还有设计师的品牌，还有像是可丽饼啊、咖啡厅、餐厅等等。这里右边是靴下屋，贩售了裤袜、丝袜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袜子。除了基本的长袜、短袜之外，也有卖无指袜跟单指袜的商品。对面这间则是贩售很多的饰品，还有一些法式等等的小物。这里有一些美妆品跟隐形眼镜变色片，还有摆满了扭蛋机台的商店。旁边有一间可丽饼，口味有非常多可以选择。这里有卖了很多特色的鞋子跟帽子。这间店有一些卡通图案的服饰，也有三丽鸥角色的娃娃。这间是宠物用品店，尤其是卖了很多迪士尼造型的宠物衣服。另外有一间饰品店，旁边也可以看到有扭蛋机店，还有古着的服饰等等。右边的 Ota 是一间小小的购物商场，有卖一些女性服饰跟纪念品。这边除了古着以外，也有很多平价的服饰，还可以逛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装扮。这间有彩虹骑士的吐司、三明治跟热狗，是用天然食材混合而成的梦幻颜色。右边这间店卖的是最长的甜点，有日本最长的双麒麟，隔壁是草莓糖葫芦的专卖店。这个是由知名音乐唱片公司环球音乐开设的服饰店，不定时会有不同联名活动的展出。前面有可丽饼专卖店以及松本清药妆。旁边有贩售特殊的服饰商店，有一些表演啊装扮用的特别服装。这边有一间草莓专卖店，有很多草莓的甜品，隔壁是可丽饼，然后有很多的口味可以选择。这间幸福堂有卖珍珠奶茶，是来自台湾的品牌。隔壁这一间是纪念品商店，旁边有一间咖啡厅。隔壁是糖果店，有各式各样的糖果种类。这边有一间饰品店，旁边的是柴犬咖啡厅，对面是一座小商场，地下1楼有很多的服饰，这边的服饰是比较是属于日式复古的款式，另外也有一些古着啊、美式风格。隔壁这一间是三丽鸥专卖店，可以找到很多可爱角色的周边商品。这间是环球音乐唱片公司的首家概念馆，门口有着经典的标志 Live and Town， 里面有许多日本的限定原创商品。隔壁是一间杂货店，有很多像是衣服、娃娃等等的生活杂货。右边有纪念品店跟甜点店，有很多充满日式风格的上衣。中间的甜点主要是芋头口味，然后这个是刚刚有提到过的草莓糖葫芦专卖店，旁边的话是苹果裹上糖衣制作而成的苹果糖。这是一间咖啡厅，也有贩售一些轻食餐盒。旁边是袜子专卖店，有很多不同款式图案的袜子，都是独特的设计。左手边的服饰是美式风格的大图案，有一些卡通人物的设计。Amer Feel 是日本时尚机能内衣，也有睡衣等等的服饰。左手边的饮料店是来自台湾，把国民饮料珍珠奶茶打造成时尚品牌。这也是一间集合了很多商店的购物商场，里面都是女性服饰，有从休闲、淑女到很有个性的风格。也有一些很独特的装饰配件，可以看到元素这边时下流行的打扮。隔壁也有 WeGo 专卖年轻潮流的平价服饰。这边也就走到竹下通的尾端了，前面这边我们就右转过来，也是有一间蛮大间的可丽饼店。继续往前直走，右手边有土耳其料理，卖的是烤肉串。对面的 UGG 主要的商品是雪靴，也有男女鞋、童鞋跟包款等等。
这是知名乐器公司 Fender 的旗舰店，每层楼有设计不同的主题，也有贩售日本限定的商品。这边有运动服饰专卖店，隔壁的 ABC Mart 则是有卖很多的鞋款。2楼有墨西哥料理，像是墨西哥卷饼啊、玉米片跟玉米饼等等。前面来到的是 La Forêt， 这里有13层楼，里面有上百家的品牌，聚集了很多日本设计师的小众品牌，也有许多 IG 最新打卡小吃跟饮料店，是很多日本女生到元素必逛的商场。里面的服饰都是潮流年轻的风格，也有独特的服饰风格，还有一些生活杂货跟美食餐厅。逛完以后往前走，在这边左转，前面这间是东极 Plaza， 有时尚服饰、家饰杂货、美妆品，还有餐厅跟咖啡厅进驻，也有很多首次进驻日本的品牌。屋顶的庭园、表园之声可以一览市区景色。这边左转进来，我们要前往里元素。Egg Things 是夏威夷的早餐店，它最有名的是奶油松饼，有很多的部落客推荐，所以常常大排长龙。表参道两边的巷弄因为聚集了很多小店，所以也吸引了不少人来到这边逛街。巷弄内的热闹程度也不输外面的主要街道，所以被称为里元素。有时尚服饰店、个性古着店、时尚咖啡厅跟轻食小吃等等。另外在明治通的旁边巷弄有一条毛街，同样是充满时尚服饰店的巷子。这间 Full Strut 卖的是二手服饰，旁边有一间咖啡厅，店面比较老旧随性。左边的 Le Labo 是来自纽约的香氛品牌， Lacoste 是来自法国的服饰品牌，贩售高单价的服饰。左边有一间鞋店，卖了各式的鞋款。这边有一间服饰店，旁边的是乌龙面。这里是一间饰品店，有项链啊、戒指等等的饰品。里元素这边充满了美式街头风格，有军事、重机等等的元素，并且看到了许多古着店，客群大多为国中到大学生。这里有一间帽子店，有很多不同款式、颜色的帽子。前面这边往右转，这边也都有很多的独特风格的小店，是设计师设计的原创品牌。Second Street 贩售的是二手服饰，从平价到精品的商品都有。这边的服饰有古着，也有二手衣物，仔细逛逛有机会挖到宝哦。左边的这个 Granny 卖的是潮流 T 恤，有大胆流行的元素、色彩、插画，甚至还有电影、卡通相关的作品。右边有一间玩具店，贩售公仔、积木模型等等。前面的红砖建筑是一间服饰店，主打美式复古风格。前面我们离开里元素，要前往表参道。表参道聚集了很多高档精品店，还有新锐设计师的品牌。这边除了几间精品的旗舰店之外呢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间表参道直球。它是一座有100间商店以及35户住宅集结而成的综合设施，是由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所设计的。沿着表参道，边长有250公尺。接下来我们进到里面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栋大楼。有分成本馆、同润馆跟西馆3个部分，然后有地上3层楼以及地下4层楼。里面有设计师品牌跟各种高档的精品服饰饰品。建筑内构造就是一个环形的走道，围绕着一间一间的商店。里面有贩售酒的商店，还有餐厅、咖啡店等等。离开表参道直球以后，我们来到对面，这间是 Fendi 在日本最大的店，是来自罗马的精品品牌，有服饰跟包款等等。隔壁是迪奥的旗舰店，有精品服饰、包款跟珠宝首饰等等。Maison Margiela 是来自法国的品牌，除了服饰跟包包以外，还有另外卖香水。往前是 Kiddy Land， 是一间集合了很多日本文创品牌小物的商店。这间店一共有5层楼，总共大概有35个可爱的文创角色。转角的地方是百年零手表，隔壁则是一间服饰，有优惠促销的活动。这里也有保养品，
跟专售木质家具的商店。前面会来到表参道跟明治通的大十字路口，我们往左转进入明治通。左手边的 Atmos 是专售鞋款，是日本指标性的连锁鞋店。隔壁楼上是一间一兰拉面，这间西海岸卖的是二手服饰跟古着。对面有一间泡泡玛特，卖了很多原创设计的公仔模型。这间服饰店贩售缤纷流行的服饰配件。Three Cones 卖了很多生活杂货。Nico and 这间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日本品牌，有服饰啊、包包跟其他配件。对面的 Public Tokyo 也是日本品牌，服饰主打都会融合休闲风格。左边的鞋店有休闲鞋以及户外风凉鞋。对面很大间的是日本服饰品牌，服饰是文青质感的日式风格。K-Ways 是来自法国的风衣品牌，隔壁这个是专卖皮革单品。右边这一区也聚集了很多的服饰店，左边这一间是 Esso， 有贩售很多香氛类的商品。旁边有卖帽子的专卖店，有很多不同颜色跟款式的帽子。这边一路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服饰店，从日系品牌到其他的连锁店，也有不少的是设计师的个人品牌，可以在这边找到独特设计的服饰。旁边这间五颜六色、缤纷色彩的包包，都有他们家标志性的大 logo。这一间是来自美国的蓝骨头品牌。对面的建筑就是宫下公园，这里集结了90间各式特色商店、餐厅。这边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底就到涩谷啦。关于涩谷市区的详细介绍，可以参考右上角资讯栏的影片。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来到东京想购物的话，一定要安排到元素哦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